实啦，对于一个领导做大位的人来说，他必须要先看得远，然后能够告诉大家，面对这个挑战，我要怎么样带领你们？好，带你来看看这共产党怎么做的。刚刚将军讲到共产党，来，习近平现在召开了中共国安委会议，强调什么？强调他们现在准备要接受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他讲的是说，现在的这个问题基本上艰巨的程度是有加大的，但是呢，大家要坚持底线呐，你们的底线思维还有极限思维，就是把你的脑袋要打开来，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这个考验，他们要打一个组合拳，什么意思呢？他们要建一个监测预警的体系，要及时，然后也要随时在监测。好，现在要就这样一件事情，面对的是国安危机。当前的国安危机，很多人都直接讲到了美中之间的关系，原因是因为你来看看，在南海这边，又出乱子了。这个呢是在前几天说26号的时候，当时呢大陆这边有一架歼16战斗机，它呢当时在空中说直接就拦截了RC-135。好，RC-135呢，它基本上是一个侦察机，但是呢，它当时在南海这边在飞行的时候，这个大陆方面的讲法是说他们靠得太近了，所以歼16呢就直接从它前头切过去，然后呢让他遇到了乱流，所以美国的印太司令部这边就直接讲了，这就是中方挑衅，而且是没必要的挑衅，所以呢就把这个事情直接算在中国头上了。但中国驻美使馆只是怎么讲？说不是嘛，你没事你来这边侦察干什么？你3不5时就要我这边飞，当然我就得捍卫坚持我们的主权。那路透社报道当然就是讲啦，你看在南海这边其实呢近期是有陷入紧张情势的，而且呢还说了这一次是共机挑衅的这个时刻，其实正是美方希望跟中方这边重启军方对话之际。这什么意思？是不是表示你看中方都不跟我们对话，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时刻，才会有很担心擦枪走火的时候？双方其实都有在准备，包括了美军现在呢，他们这个间谍潜艇将会有新的一艘。好，他们其实呢是去改之前的一个潜艇，然后现在呢要把它作为一个攻击型的核潜艇来执行一种特种作战任务。那他的讲法，美国这边的官员的讲法呢是讲说，他们是中方现在还没有办法有东西能够跟他们这个新的间谍潜艇来做相互较量，所以呢表示他们的能力是比较好的。可是南海现在的状况呢，基本上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往的中国。好，美国、澳洲常常会有巡逻机P8A 来这边，飞来飞去来做拦截。你从最近这几次的动作，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大陆方面呢，基本上过往可能就是站得比较远一点，保持一点安全距离，但现在他会很直接、很坚决的告诉你，我要捍卫我的主权，已经跟过往不一样了。过往呢，当你大陆方面，美国方面说要跟大陆方面讲话的时候，大陆方面好像都是最后一刻还是会答应，但现在还是直接开记者会告诉你，我们就是不见。在相会即将6月要登场，好，现在呢，中方仍旧拒绝跟他们的防长对话，原因是因为李尚福现在还被美国制裁呢，他们就直接讲啦，如果仍旧受美国制裁的话，那如何能够平等的对话？大陆学者讲这个就是一个歧视啊，中国是大国，不可能接受屈辱的外交。可是他不是完全不跟别人对话哦，因为他跟日本对话啊，他跟东协这边对话啊，还是会有一些军事合作啊。但是美国如果这样对我，我们就平等来对待，彼此之间才能有往有来。而其实商界的部分则是比较务实。好，包括过往呢，这个马斯克在疫情期间比较难去中国，现在再一次搭私人飞机去了，秦刚马上见了他，呼吁什么？要建设稳定的美中关系。马斯克的讲法呢，就跟他过往的讲的其实都一样，就说基本上啦，美中之间利益交融就像连体婴，没有办法分啦。那对于他们特斯拉来讲，绝对反对脱钩断裂。秦刚的讲法当然就说啦，其实美中之间的关系就很像你们那个自动驾驶一样，有没有？要及时能够踩刹车，而且呢要避免危险驾驶。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大家都在问啦，说你
做商务的不是应该是先去商务部吗？为什么是先拜会了秦刚呢？这个过往之间，大家也想问问有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好，因为呢，美中之间下一个战争跟马斯克有点关系，应该就是 AI 科技战了。像是这个辉达的 CEO 黄仁勋 ，NVIDIA 他就直接讲了，说中国在晶片行业追赶的能力，你千万不要低估。好，包括摩根大通的 CEO 也直接说了，基本上呢，他们也想要学会适应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好，原因是因为没有人有办法丢掉中国这个市场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美国的半导体战略、半导体政策是希望围堵中国。他们感觉上是真的完全认同美国政策吗？美国的拜登呢，现在还想要竞选连任，可是在他们里头最新的民调显示了，2024如果赢的话，41%的美国人认为会是一个灾难，甚至呢有66%的美国人认为，如果他连任的话，对美国来说会是一个挫折。那现在大家对于拜登好像不是这么样的看好，可是大家对于美中之间的关系也直接的问，就是你在商务、在财政的部分，好像你还是需要中方的一些帮忙。好，看看美国的财政部现在也就开始啦，试图寻求接住中国啊。原因是因为确实啦，他们有一些经济工具可以反制可能的国安挑战。但是其实他们也在讲啊，也希望能够跟中方有更多的接触。原因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些难题，我们也想了解如何来解决这难题。美债问题、商业问题、疫后经济复苏问题，好，如果真的完全脱钩、完全决绝的话，很难做事。彬哥怎么样来看？现在习近平讲了，大家都面临挑战，他面临的是重大的国安挑战，而且呢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其实他讲的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实啊，因为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这是中美关系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时候，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跟世界第一强国那对垒，那当然是一个惊涛骇浪的时刻，所以他随时都要去准备好，你要能够应变，要能够作战，甚至他要建立一个预警的系统，就是美国那边到底会采取什么动作，你要预先判读，然后才能够先赶快做好相关的准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况啊，他不这样做反而比较奇怪，只是他会这样明白的讲，就表示他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去跟你演说什么中美友好啊，什么都不用，因为两国关系已经闹得这么僵了，所以就明白的讲，叫大家明白的去做这样的准备。那至于说南海这边，或甚至未来在台海啊，甚至东海这边会发生一些这样的冲突，我认为都很正常，而且会越来越多，因为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他这次就是故意飞到你前面去，然后让你吃这个气流，那老实讲，这个气流会扰动它的飞行姿态，运气不好可能就发生一些意外。那当然美军会很生气，可是问题是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因为中国大陆一直主张这个地方就是我的领空啊，所以你没事离我这么近，那你就是对我有战略意图啊。那我对你进行这样的动作，其实刚好而已。同样的，我们也要请问一下美国，如果中国大陆的飞机飞到美国沿岸去这样飞的话，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你们会单纯就看着它这样飞过去吗？还是你们也会采取其他的威胁警告呢？所以我觉得美国不能老是认为全世界的事情只有你可以做，别人都不能做，这个想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当然，美国现在也在积极发展军备，因为根据兰德智库他们的推算，兰德公司的推算，如果美国再不赶快更新它的所有武装设备的话，可能在2025年，中国大陆要在东海、台海这一带要能够跟美军打得有来有回，甚至直接击退美军，都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所以美军也要开始加紧脊椎，要开始部署它新的武装。那这个当然，这个间谍潜舰里头，包括它的无人水下载具，包括它的一些无人遥控的这些潜艇，我觉得当然这个对中国大陆都会是一个威胁，因为中国大陆目前也在实验这一类的东西，但是显然进展没有美国这么快速。但是中国大陆同样的也早就在东海啊这一带已经布了 SOS-US 这水下监听系统。那这个水下监听系统本身其实要骗过它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啦。所以我觉得双方就是看谁的发展快速，谁能够先制住对方，这是他们一定会去竞争的东西。只是在目前中美对峙的情况下，那美国本身又对李尚福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制裁，那你说要李尚福直接去跟Austin 直接对谈，我觉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除非美国愿意做某种程度的让步。那
对于这些做生意来讲，不管是 NVIDIA 也好，不管是那个特斯拉也好，对他们来说，当然我要不管你们这一些人怎么闹，我还是要赚钱的，我还是要做我的生意啊。所以他一方面当然会警告局势的危险，另外一方面还是要想尽办法游走在两国之间，想尽办法让我的生意极大化，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其实你们会质疑说，马斯克为什么要先去见这个秦刚？你忘了吗？郭董去美国设厂之前，先直接到白宫去，所以先正后金，这是一个不变的道理，我认为是很正常的。是好，那我就要请教一下这个张英廷将军哈，原因是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是在他的美国的侦察机前面大概400英尺，这是非常非常近的。所以当时您认为中方的这个态度，他想展现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他的姿态非常的强，133公尺，400英尺就是130，相当近了。大概战斗机的话，这个距离的话，它飞行的1秒钟就是100多公尺，133公尺1秒钟嘛。那他看从前方通过，而且美国的 RC-135它是平飞，我们看前面那个天地线是平的，一般有讲天际线，但是我们的飞行就叫天地线，是平的。所以美国的 RC-135它是平飞，你看它通过的时候，从右侧向左边通过的时候，飞机摇晃，刚好吃到尾流。你看大概2秒钟，因为 RC-135它也是喷射，但是没有歼16的速度那么快，可以看这个影片看得非常的清楚。换句话说，中共采取的是硬拦截、硬姿态。等他这一次没有放热焰弹，我们讲火焰弹，下一次拦截，他不但从前面通过，从右到左通过，或从左到右通过，他会放热焰弹在前面，比方说我警告你，你靠太近了，你抵近了，离开这个区域。这有点靠近，这有没有？这是上述热焰弹只是一种我知道电子干扰，只是干扰而已，会不会有杀伤力？完全没有杀伤力，但是会不会做？将来可能会做。2001年的时候，这个王伟驾的歼82型的这个歼击机战斗机在南海跟美国的EP-31擦撞，这是2001年4月1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我们看前一阵子的时候，在乌克兰战场，美国的那个死神的无人机啊，那个 MQ-9B 有没有？就在那个黑海。那个俄罗斯派苏海27有没有又喷那个花油，然后又跟他撞，后来打到螺旋桨，掉到黑海，这捞不起来，因为黑海蛮深的，1000多公尺的深度很难捞，而且水下能见度非常差。我们可以换一下知道，在南海这方面的以前曾经有空中相撞的这个事态发生，那将来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认为他会下一次动作可能更激。还有甚至的时候，我们知道编队的时候，他去做这种警告的时候，距离只有3公尺。那非常的近，我们知道那距离非常近，那换句话说，这个告警的意味非常的浓厚。是。第二个，我们看那个就是这个吉米卡特这个潜舰，对，吉米卡特它12000公吨，相当大型的。它最主要它有3个特色，第一个，它有局部逆中功能在水下雷达对它探测，它只有洛杉矶级潜舰的1/70，因为它流线，它把雷达波都给它吸收掉跟散射掉，所以你在水下雷达对它发现蛮难的。你拿那个，如果是拿声呐，它这个方面的话，它又静音，还有它磁性也非常低，所以要去发现它蛮难。第二个，它的勤监侦的系统，就是我们讲感测器很强。为什么它做勤收是这个样？它勤收为什么很强？是因为它感测器能力非常强大。第三个，它可以遥控水下无人载具。换句话说，它有这3个优势。水下无人载具，它水下无人载具出去之后，那到时候声东击西啊，它在这个地方其实它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把水上无人载具在那地方，敌人去注重那个地方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发动攻击。它可以发射重型鱼雷 MK48，它可以打水下的巡弋，这个我们讲飞弹，它还可以打巡弋飞弹、战斧巡弋飞弹都可以。换句话说，它多功能的，所以在海狼级的吉米卡特将来说对中国大陆来看是一个压力，因为美国在这方面呢，在技术上目前还是领先的。当然军事上头，现在在某一些比如说像潜艇这种，美方军事领先，好，可是问题是对于中方来讲，它数量领先啊，对不对？而且呢，现在习近平很直接的讲了，就是坚守底线，然后打开你的脑袋，极限思维。来请教赖老师，可问题是，美国财政部现在大家感受到的就是，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好，原因是因为他说寻求接触中国，可是我手边有的经济工具我也要反制哦，要面对可能的国安挑战哦。您认为未来会怎么发展？我觉得情况是越来越严峻啊，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开会，因为这一次的国家安全会议是非常的重要。习近平提出了，其实您提到了这个底线思维跟极限思维，我们用白话来讲，就是要思考到最坏的情况。那也就是说，准备撞击。
然后要在什么地方选择撞击点？我个人认为在南海的可能性很大。那选择哪一个国家来开刀？我觉得选择菲律宾的几率是更大。那也就是说，如果菲律宾在这段时间还是继续按照美国人的挑拨，那么在那边放浮标，然后对于美国还扬言说他要登上这个坐滩在仁爱礁的废弃舰，解放军事实上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等到如果涨潮的时候，必要时候就把这个船拖走。解放军要完全掌控这个仁爱礁这整个海域全部都要控制。如果美国介入的话，那就是那个极限思维，该打就要打。所以我觉得大陆在做安全动员，所以他们这一次的会议中不只是中央、地方的这些负责安全部门的都到了。那都到了，我觉得还有相关的机构的这些，像包括国安部啦各个部门的全部都到了。我觉得在做一个最坏的一个准备。那您也看到了，这是在5月30号昨天公布的。而这一次的硬拦截，就是在5月26号发生的。5月26号发生，但是美国一直希望跟中国有对话，中国完全不理他。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完全没有对话的情形下，美国的任何一个动作，如果让中方认为有安全上的疑虑，那你就要看谁开第一枪，谁开第一枪，责任就在谁，那就干起来了。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就对于美国来讲，就挑战他什么呢？他的军事协议，也就是军事同盟条约这种承诺，说话算不算话？如果说话算话，那就是中美的局部冲突就会发生。如果美国到时候胆怯不敢介入的话，那美国在东盟的国家，在亚洲，它的信用就彻底破产，台独就坦白说，台湾的独派整个心就破了。我觉得目前来讲，大陆在准备这个硬的撞击了。好，其实我们在现在看到了美中关系之外，中加关系最近很多人也在讨论，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在加拿大这边传出来，他们的前保守党魁叫做欧图尔指控说，哎呀，你们这个杜鲁道政府该做错事情了，因为在2021年大选的时候，其实是有中国大陆在干预选举，还害我输掉这场选举，所以呢，他就说了，杜鲁道你是不是故意对这些攻击视而不见要进行公开调查？你想想看，当时输掉选举的是欧图尔，那赢的是杜鲁道，那他说他干预选举，那害他落选，谁得利呢？其实当年的杜鲁道他是希望什么？希望在这个议会里头能够变成一个多数，可问题是最后选出来的结果，他也还是少数。所以现在呢，大家就在讲加拿大的政治真的中国手伸那么长，伸这么深吗？因为现在又一个华裔的议员说他被北京方面关切，还说了是加拿大安全局告诉他这么一件事情的，说呢中国干预力量从2019国会选举的时候就针对他，因为国安的关系没办法透露细节，可是屡屡的都是指向中国。而其实呢，现在在国与国之间或地域上头的关系，很多人在意的其实是在中东这一块。好，带您来看到是在土耳其这边，埃尔段赢大选之后呢，这个地缘政治是不是也开了一个新局了？大家都知道他跟拜登不合，选举的时候说拜登故意不让我当选，好，现在他真的选上了，打造一个新土耳其，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讲法是说，过往好像大家都是往西看，但现在已经不再是以欧美国家马首是瞻了，现在什么？你也得看看中国啊，你也可以看看俄罗斯啊，你也可以在两边之间走来走去，获取你一个最大的地缘价值啊！你要知道，土耳其欧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所以他可以谈，他有办法谈，而且他的军事能力也不差嘛。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拜登一直说希望跟埃尔段好好的聊通电话，结果呢，本来讲的说，如果你让瑞典能够进北约，是不是我就卖你 F-16？我们昨天都还以为说是这样哦，拜登还说给这个事情你让他进，我就让步。结果马上布林肯就跳出来否认了，说没这个事情啦，我们从来不打算以 F-16来换他同意让瑞典入北约啊。确实有的人可能会这样想，但我们真的没有这样哦。所以美国立场
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现在呢，在这整场的这个国际的局势当中，更多人在意的就是在俄乌战这边有没有可能升温，有没有可能有下一波比较让大家不想要看到的攻势。好，现在看到的是无人机攻击莫斯科之后，普京讲说这个就是乌克兰在吓人的啦。美国国务院直接的讲啊，当然就不支持在俄罗斯的境内发动攻击嘛，他们自己也在收集相关的一些讯息。可是英国不一样，英国马上讲啦，乌克兰有权啊，他可以来决定，他也可以说这个是他自己在自保啊。但是这样下去有没有可能会让战事升温？大家美国讲的这么缩口，其实就是也会害怕那个不小心那一个擦枪走火。而现在美国自己的外交官则是直接讲了，说基本上啦，他认为俄乌战里头中国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明确表示不应该使用核武。他觉得这是很积极的信号，很直接的告诉大家克制啊，好，表达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一个过程实力的同时，必须要懂得克制，否则会让全人类统统卷进去。回过头来请教彬哥，怎么样来看？现在呢，加拿大这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再一次的跳出来指控中国大陆干预选举。我觉得这个在野党这个党魁，我觉得这个蛮趣味的。那照这样来讲的话，那杜鲁道应该跟中国好得很啊，中国在帮他选举，对，那杜鲁道怎么现在跟中国的关系搞得这么坏？那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怪怪的啦。然后加拿大最近这一阵子对中国大陆做了一大堆的指控，包括他们什么对他们的什么议员啊采取什么行动啊，或是一大堆甚至在那边设立警察哨所啊，我就觉得中国大陆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吗？而且我也觉得很奇怪，那边是加拿大自己的境内。所以，如果他们都被你们抓到这么多的证据，你赶快揭发出来啊！那又不揭发，然后你看还神神秘秘的，即使他们自己的议员都已经遭受到中国大陆的恐吓，就那个秘密是不能公开的，这会有什么国安问题？我实在搞不太懂。你们的议员都已经被中国大陆要挟了，那你还不赶快把这个整个证据公诸于世，然后把这些进行这些活动的中国人把他全部抓起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还是你们在进行认知作战？你们只是想要让大家以为是这样而已，是这样吗？我不知道。那埃尔多安不管你认为他是怎么赢得选举，反正人家就是赢了。那赢了之后，现在看起来短期之内美国是动不了他。那可是有这么容易，就是用个 F-16就可以换瑞典吗？我觉得没有这么容易啦，因为双方对彼此的信赖现在都非常非常差。不要忘记，土耳其本来是 F-35的缔约国，对，结果就因为他跟美国之间关系搞坏，他想要买那个俄罗斯的飞弹，想要买中国大陆的飞弹之后，结果美国就直接，人家是有出钱的，然后直接就把它砍掉，说 F-35不给你。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那现在美国就算答应说好，我卖你 F-16最新型的 V 型哦，跟台湾一样的，然后呢，他到时候会不会交货？你怎么知道？所以美国是随时言而无信，翻脸不认人呐，所以我也不相信埃尔多安会傻到去相信他，所以我认为这个双方都在讲空话。那布林肯也是故意讲这种诱惑的方式，我们有一些议员真的这样想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高来高去，到最后我认为这谈成的可能性很低，导致无人机攻击莫斯科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次克里姆林宫，这一次是在莫斯科，那更奇怪就是这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其实很差，你看。那个外面去看那个外墙就知道，这个无人机居然连个墙都打不烂，就只那个看起来那个无人机的攻击能力大概比大龙炮强一点而已，大概是差不多这种火力。那这个到底是干嘛？这是要制造恐慌吗？可是你这样制造莫斯科居民的恐慌，会不会反而产生反效果，让他们更去支持俄军侵略乌克兰呢？所以我觉得很怀疑这到底是谁干的。可是呢，我觉得英国最笨。人家乌克兰都说不是我们干的，就你一口咬定就是乌克兰干的，他有权利去做这件事情。你是怎样？你是生怕这个局面不够乱吗？所以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我想不通英国人到底是在干嘛？你是希望俄乌之间打得越厉害越好吗？反而美国都还没有像英国这么愚蠢。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哈，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要请嘉宾帮我们点评，到底现在世界的局势怎么样观察？先进广告。好，
好，我们讲到中加关系哈，先前大家讲到中加关系，就会想要孟晚舟。那过后大家讲说，应该就翻过篇了吧，应该就过了，事过境迁，可以好了吧？可最近呢，又一直传出有所谓的政治干预啊，干预选举啊，太多事情。来，赖老师怎么看？我们看一下啊，因为怎么解读他们所现在释放出来的这些讯息啊，杜鲁道160票，那反对派才119，差40票，差那么多，中国大陆可以影响到这么多的这个议员，这个简直是胡说八道啊！输了就输了嘛，不要输得这么的不光彩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些华裔的议员开始纷纷的站出来说，加拿大的国家安全部门、情报部门告诉他，所以不是他自己本人、他的亲属、他的家属、他在在这个香港的朋友告诉他，而是加拿大的国安部门告诉他，这个就很诡异了。如果他的家属在香港受到的所谓的迫害，或者是受到所谓的干扰，他应该本人就知道啊。可是他本人完全不知道，结果是加拿大的国家安全部门告诉他，你们的家乡或是你的什么人受到什么什么什么，你不觉得这个中间就是一个罗生门了吗？这第一个啊，我们就觉得你的家属你跟他们都没有联络的，那既然你跟他们都没有联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他怎么影响你的选举呢？他怎么影响你的行为呢？这个就是不合理的地方。第三个就在于这些国安部门怎么都知道这些事啊？所以大陆逮捕那2个加拿大的间谍，就是刚刚好而已嘛。那也就是加拿大的间谍渗透到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大陆，我所确实知道的就是加拿大有一些间谍就是在这个吉林往这个朝鲜的那个地方开一些旅馆，每天就在那边做监督，有人被逮捕嘛，这个都是事实。还有一对夫妻后来也被逮捕，这个都是事实。所以加拿大一个国家跑到中国大陆去，一直到处做情报工作、间谍工作，这个是你被抓，那就是应该的事嘛。那刚刚好而已，我才讲刚刚好而已。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太多的讯号了。另外一个，拜登在埃尔多安选举的时候很艰难的时候，那埃尔多安就是说拜登要把他推翻，不让他当选。结果土耳其人最后的决定还是要埃尔多安继续连任。那这个等于是他们对于这个拜登打脸了嘛？拜登马上变脸，这个比那个四川的变脸速度还快，马上打了给埃尔多安。这个我们这 F-16V 战机可以再谈了200亿，但是呢，瑞典的问题你要帮我好好处理啊。我们7月份这个北约峰会要开啦，你看能不能在6月的时候我们就搞定这个事啊？你看美国人这么的实际啊，之前想把它推倒，结果没有推倒，马上就变了。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俄罗斯莫斯科本身的居民宅被无人机攻击，如果这一些确实是泽连斯基下达命令，因为目前情报越来越显示出是在俄罗斯境内一些地下的活动人员所做，而如果这些是泽连斯基下达命令的话，泽连斯基的这个决策就非常的不智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去攻打平民百姓的居民点，你就给俄罗斯一个正当性，他可以也去攻打你基辅的居民点，也就是一般的普通的住宅、学校都可以去进行攻击。这样的情形，它完全有正当性哦。我觉得，如果泽连斯基真的下这个决定，是极为愚蠢的决定，而且是对他的平民百姓很不负责任的事情。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要请将军帮我们做总结。好，我们刚刚讲到土耳其现在在埃尔多安呢，他确定当选之后，新的一任有没有可能是新的土耳其？之后跟美国叫板，会不会态度就不一样了？来，将军。对，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他当选，他有连任可以5年呐。他5年的话，因为埃尔多安在宣传，他文宣，他控制了全国他的文宣，所以你看他这一次当然还高票，为什么？他整个都是报答他好，他把他政绩通通呈现出来。那我们知道土耳其跟希腊它历史上的渊源，土希战争了500年，土耳其是横跨欧亚，但是它大部分的97%在亚洲嘛，它小部分在欧洲，但是它也是欧盟啊，它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啊。但是希腊小，但是希腊空军很强，希腊是空军曾经拿幻象2000击落土耳其的 F-16了，是这个样子。那土耳其
土耳其就买不下这个眼睛，买不下这口气嘛。土耳其人口8500万，希腊人口才1100万，土耳其的人口是希腊的8倍嘞。但是所有爱琴海的这个岛屿90%是希腊，所以它整个领空都是希腊的。你觉得土耳其它会不会咽得下这口气？它希望新的飞机，它拿不到 F35，那我只有 F16S 最好的 F16，希望能够拿到。因为曾经希腊有 F16，土耳其有 F16 打 F16嘞，曾经这样空战交战打到低空，后来脱离变成这个。他们经常在每一年那个次数，双方这种拦截的几率非常的高，尤其是希腊拦截土耳其，所以土耳其咽不下这口气。那他既然瑞典他反对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现在瑞典要加入，那你这样子，因为瑞典一直支持土耳其南部的库德族嘛，那你就是支持恐怖主义啊，库德族一直在这个土耳其南部怎么搞独立运动啊？那现在这样子，那你现在我不答应瑞典加入，现在瑞典要加入，那这样好了，你卖我 F16S 最好的 F16，那我再点头让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变成第32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是这样，它有来龙去脉。那土耳其跟希腊永远搞不好。你要知道，爱琴海这么多岛屿啊，土耳其说是他的，他有一部分是他的，所以他们两个搞不了。然后另外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跟欧盟都暗挺希腊。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1个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的空军中将张燕婷。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海滨。主持人好，大家好。一开始呢，还是要带你来看到昨天晚上这一个看海或听海，好，现在已经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甚至已经有哭手梗图出来了。网友哭手说 ：“baby， 你看前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到。”然后呢，这个柯 P 就举起他右手说：“也不是啦，天亮之后就会很漂亮。”好，可问题是昨天晚上讲说，哎呀，我跟柯市长海誓山盟，到今天呢？我们的郭董有说，有点喝多了啦，不好意思。好，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问，郭董这一局未来动向会是什么呢？大家就在问侯友宜你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啊？毕竟昨天就你没去金门嘛。侯友宜的讲法是他认为郭台铭会信守承诺支持我，因为大家都是守护中华民国的人。好，现在虽然郭董没有把事情讲明，但是这一些动作确实很暧昧。那我们就要问了，以前就在讲说，会挺侯友宜，之后不管怎么样都会支持侯友宜。现在还是吗？还是有些话真的不用讲得太明？因为就想到了4年前那个时候韩国瑜的处境，大家就讲啦，侯友宜那个时候呢一直说，那韩国瑜到了这个新北的时候，你会帮忙站台，3度呢就没有理对方。好，现在有没有一点点的感受？因为当时你的这个举动确实就被媒体解读，是不是你不挺韩国瑜呢？现在告诉我们说喝多了全忘了，可是那之后呢，还会有这些动作，还会有连扣5通这么积极的动作吗？现在在网络上面，大家要看一看这个彼此的声量消长。好，原因是因为过往呢，在5月29的时候，那个时候侯友宜呢拉出了一个议题，表示说，我呢是不反对废死，同时呢，他还表态核能是选项，确实有把他的这个网络声量带起来。但现在出现黄金交叉了啊！这个黄金交叉呢在哪里？就在赖清德说他想跟习近平共进晚餐的时候，就在柯文哲跟郭台铭金门深夜十指紧扣交谈之后，在网络声量，其实现在打选战不是只有陆军而已，空军也很重要，所以大家想问的是，侯友宜现在到底民调的起起伏伏，你有没有看到？包括了资深媒体人黄光芹就讲啦，说你看看5月17提名到现在不过2个星期，他就已经掉到18%，第3名了呢。短期内没办法起死回生的话，他担心啦，就跟林跟人现象一样，选民会不会自动弃保啊？甚至很酸哦，说哎呦，国民党要不要赶快叫黄健庭抓朱立伦的手去祷告啊？那确实在目前为止，大家在民调上头看到我们昨天讲的嘛，侯友宜的民调好像都是往下走的。
那这有没有可能起死回生？甚至还有人在问，如果之后没办法稳定的保持在第2名，会不会已经开始有人讲说要换柱或被换掉这么一件事情？好，现在呢，曾明忠喊了7次，说不会发生。那我们就必须要讲啦，这种事情不是喊7次、喊几次的问题，这种事情是你必须要好好的做些事情的事情。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不想要在选战当中还没选就先认输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出这么一句话，您听听看，林根人也不想当林根人，但林根人就是林根人。这当中必须要大家好好体会。侯阵营呢，在明天他们正式的会好好的来处理，成立他们的一个办公室。可是要小心，不要真的变成了林根人效应。好，但是也要问啦，那柯文哲会是高虹安吗？因为当时呢，其实是有部分蓝营这边的选民弃保林根人，投给了高虹安。可是高虹安那个时候有郭台铭的加持，那现在的柯文哲呢？侯友宜现在必须要好好的面对这一些事情，正视这些事情，然后处理这些事情。好，今天他进到了立法院3鞠躬，跟他的这一些同僚讲说：“拍谁啦，侯林环肉啊，不好意思，让你们担忧了。”那之后呢，他的团队是不是？联合报社论就讲了，要及早扩编啦，不然你动力不足这些问题都必须要好好的检讨。而且呢，这个起手式去拜会党内大佬跟前辈，有人就觉得会不会太传统、太老套了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你该做的事情是包括去见郭台铭、去见韩国瑜，去做内部一些纷争的弥平。还有一件事情呢是，蓝营是不是还在找节奏呢？现在你看到柯文哲、看到赖清德的打法，很明显，人家团队已经成型，节奏已经出来了。蓝营如果还在找节奏，会不会有一些些的太慢呢？可是现在我们看民调，外界媒体看民调，看的是一个趋势，给的是这样的忠告。但今天好不容易又见到他，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说，基本上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民进党的奥布，他就特别强调了，他说呢，民进党呢不断想要给国民党制造内讧、制造谣言、破坏蓝白合作，这就是他们的奥布。同时他也说什么牛鬼蛇神这些事情，他不会说同志或重要干部那个名词，看起来现在好像否认先前的牛鬼蛇神说，这对于之后的选举、之后的走向有没有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是侯友宜的动态了。来，彬哥，原因是因为现在看到了郭台铭十指紧扣，深夜跟柯文哲看海之后，侯友宜说他还是相信郭台铭。我昨天晚上差点以为他们两个出柜，把我吓一跳，结果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对，那可是我个人是认为，昨天这一场看起来操作的蛮刻意的。所以我大概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2024谁会当选我不知道，但是当选的那个人肯定是个戏精，看起来是这样，因为看起来大家都很会演哦。那尤其是郭董也真的是蛮厉害的，演的也是蛮高超的，马上借酒这个叫装什么，反正就是装了很多种方式，然后狂抠柯文哲，然后还直接带着所谓自媒体小组直接杀到他门口去，直接堵他，然后还把他拉到海滩那边去，然后两个人说坐在那边坐了个半天，然后什么话也没讲，这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在演哪一出。不是聊投资吗？所以这个真的挺奇怪的。那当然，双方到底有没有把真正的话讲出来，目前不得而知，因为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可是你能够怪郭董演这一出吗？好像也很难，因为他至少在郭董的立场，他觉得我过去被你们国民党耍了，那现在我已经一身轻了，所以现在换我耍人了，所以他高兴怎么耍就怎么耍。那好像看起来国民党也只能受。那侯友宜这个时候再去喊话说，相信郭董会一秉初衷啊，会维持他的承诺啊。我觉得喊这些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你私底下到底有没有找人去？除了你自己打电话之外，你有没有动用一些其他的关系，动用所有的可能性，尽你的洪荒之力？好久没讲这句话，尽你的洪荒之力想办法去挽回郭台铭。你到底有没有做到这件事？那朱立伦，你当初要下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你都没有考虑到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吗？那你的预防措施又在哪里呢？这是我们大家会对朱立伦跟侯友宜他们国民党这个团队有很多质疑的地方。你说声量上被超过很正常啊，我刚刚都讲过了，都快一个是快出柜了，然后另外一个是要找习大大吃饭了，
那这种震爆性的东西，那侯友宜讲什么，其实当然都会被压过去啊。那我觉得很正常。那当然，今天侯友宜看起来好像也开始展开火力了，对很多东西也有比较直球对决的批评。但是显然的，这还不够，因为他还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打法出来。也就是说呢，侯友宜到现在为止，他的幕僚跟整个国民党跟他之间的配合，看起来很像还只是个新北市政府。就是因为新北市侯友宜2次选举，他面对的对手都太弱，所以让他只要吼吼做歹局就可以稳稳的拿下选战的最后的胜利。可是这一次2024是截然不同的选战，那你既然已经国民党也提名他了，你们也要打算要角逐2024了，那你们真正的准备在什么地方？他们今天有公布他们竞选总部的名单啊，看起来还是一个没准备好的样子。我必须很不客气的讲，虽然里头有我以前的长官，有我以前的同事。但是这些人有他某一些地方的专长，可是，在政治舞台上面看起来都不是很突出的人。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们国民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你应该去跟他们结合啊，包括徐巧芯啊，包括王宏威啊，包括游淑慧啊，这些人其实都可以跟你做更深的结合。然后国民党有很多资源，目前都看不出来有应用的现象，甚至我听到很多的传闻是什么？是国民党党中央好像跟上次韩国瑜出来选一样。韩国瑜的团队，也就是现在侯友宜的团队，跟国民党党中央的团队彼此之间是不搭嘎的，然后联系不起来。那请问一下，这样选战到底要怎么打呢？那侯友宜自己到底有没有对整个选战的步骤有一个想法？你到底到哪一个阶段要打什么东西？你的所有的论述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如果还在想说慢慢来，等到9月请假之后再全面出击，那就绝对来不及了。光晴姐虽然有点酸，可是她讲的也是一个事实，也就是侯友宜的民调，我个人认为，如果在下一次的民调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明显的起色的话，那真的不要讲会不会出现林耕仁效应，这不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因为现在变数仍然很多，郭董会不会到最后真的跑去跟柯文哲结合，你不知道。然后侯友宜自己的身世如果没有办法做起来的话，选民会不会自动选择的弃保？我觉得这也是会发生的事情啊。没有人想当林耕仁，没错。林耕仁自己想不想当他自己我都不知道，但是问题是这不是你想不想当的问题，而是你会不会变成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想太多了，赶快该做的东西就去做，再不做，我觉得真的可以不用做，就回去吼吼做代志。来请教赖老师。新闻发酵了1-2天之后，这个柯文哲还原真相了。那还原真相讲得很明白，就是郭台铭一手自导自演，他是被设计。他讲得很明白，就是他要回到他的民宿去休息的时候，然后看到郭台铭带着自媒体，还有一堆媒体在那边堵他，所以他是被堵，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跟着走，然后走到那边以后，他就说郭台铭自说自话将近20分钟，他也没什么话可以讲，然后这样的一种描述，这是在今天的主流媒体之一所公布出来的。这个就代表柯文哲的态度了。柯文哲就是在告诉大家说，我是被设计的。那柯文哲跟郭台铭合作的可能性就不再存在了。那但是柯文哲在当时也利用郭台铭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创造他的网络上的声量，这个对柯文哲没有损失啊。但是柯文哲并没有同意啊，也没有答应会跟郭台铭合作，因为如果他跟郭台铭合作，对他不见得有利。为什么？因为郭台铭当初是去争取国民党的征召，没有成功，今天就背离国民党，跑去找柯文哲来合作，这个在政治人格上是会受影响的。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很聪明，但是大家也看出郭台铭的态度立场，他希望表示出他还在，他希望在这个总统的选举中，他还是一个咖，他还是希望有机会。这个是很典型的商人的性格，争取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但是柯文哲已经很露骨的告诉大家说，我是被设计的，设计者自导自演的就是郭台铭跟他的团队。我觉得到今天主流媒体放出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人对于郭台铭的评价就会开始产生一些变化啊。那你也可以看出柯文哲的态度就很明白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觉得侯友宜打得太传统、太笨了。为什么打太传统、太笨？你今天你的声量大，什么咖都来蹭你。当初9合1选举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咖都来蹭韩国瑜，不是吗？
韩国瑜那时候当红炸子鸡，所有人都在蹭他，蹭得不亦乐乎。等到大选了以后啊，就是总统的选举的时候，韩国瑜声量直直落，每个人都离他远远的，躲得他远远的。这个就是政治的冷暖。那你今天你与其去求人家来支持你，说我相信他的承诺，我相信他的那个，那意义不大。你让自己的声量造起来，你让自己本身在受欢迎，你的声量高，所有的人都来蹭你。我觉得这个才是自己要自立自强，特别是你担任主帅，不要在公开的场合向你的同事说抱歉让你们失望了，抱歉让你们担心了，你自己要稳健，坦白说，我经历过几次，我不能讲操盘了，我曾经担任过几个重要领导人，而且是那时候是蓝橘合，他们的决策小组当执行长，我们打得很顺手啊。如果我们这个小组不是被迫解散的话，民进党没有很会打选战了，那是因为国民党不够强。如果你只要够强，民进党没有那么可怕。是选举的东西不是写博士论文，它事实上就是议题的操作而已，没有那么难啊。来，请教将军。我认为弃保啊，这个弃保现在还言之过早，弃保的现象将来会发生，但是谁弃谁保谁，现在要讲，我看报纸都这是带风向，这里面有暗藏了一些猫腻，暗藏了一些伏笔，就故意去扶弱去打强，然后就变成扶弱抑强的感觉，这非常的明显，都在操作。现在讲弃保太早，因为选举还有7个多月之后的事情，你现在在谈这个事情，后面都有一些猫腻。第二个，我认为啊，这个侯友宜应该是要把身段放下来，他对韩国瑜当初放了3次鸽子，他应该道歉。对不起，当初我没有去帮你，你到我的地盘来这边选举造势，我没有去出席场，而且你邀请我没有参加，那一定有这些原因、这些理由嘛。你出来道歉没有关系，政治人物如果不道歉的话，人家会看不起，会这个样子。你连道歉的勇气都没有，那请问你还能够做什么？会变成这个状况。所以我认为首先要有道歉的勇气。第3个，我认为就是营造态势。大选这整个是全国性的大选，现在大选在营造态势要出来，态势没有出来。你再出来，口号有没有出来？政策有没有出来？这个要能够很吸引人的，马上能够引人注目的，这个很重要。这个越早出来越好。你越晚出来，别人已经出来了嘞。人家说你跟人家车尾灯，先出来，先下手为强，政策先下手为强，口号先下手为强 ，slogan 先下手为强，这是一定的。这个整个战略态势出来，因为大选是强调的是气势，强调的是整个大选的这个氛围。你要这个营造要出来，整个战略态势出来了，你才能够胜选在握。现在，我看不出来，要这个样子。那换句话说，你的这方面的政策，你的人选人才库够不够？这都影响到这一个。那再来一个，我认为战略节奏的问题。战略打选战跟作战一样，战略节奏也很重要。你这个战略节奏你要怎么样？这7个月我怎么样去布局？这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攻击发起？什么时候要采取什么样迂回包围？要采取什么样？这是以攻代守，还是要采取这个侧翼上去，要这个样子，要打。我们要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厉害？他抓2个，第一个共产党抓组织，第二个共产党抓文宣。文宣一在，胜券在我。文宣抓到了，那这个东西，你文宣现在大家是多元，战国时代，那换句话说，你的这个口号要吸引人。这个文宣跟组织这2个是选战的双轴。如果这选战双轴没抓稳，想要去赢这个选战，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看7个月，说长也不长了，也是迫在眉睫。因为选在每一天了，我们可以看民调都在上下起起伏伏的，所以每一天都值得要去把握，有没有把这些口号、这些政策，还有这些牛肉端出来。我认为这个相当重要。